台湾还没有出现所谓的餐前、餐中、餐后，就是一瓶从头到尾。原来是要不一样吗？欧美人生活，你看他们有所谓的餐前酒、餐中酒、餐后酒，所以我现在就要开始慢慢在推广，这个叫做生活。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开心的时候一定要来喝2杯，想要跟朋友混熟一点，更免不了要来个几杯。伤心、难过，甚至想逃避的时候，更是要来个好几瓶。酒对我们来说好像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非常好的陪伴，但是似乎又对我们来讲好像是有点熟悉又相当陌生的一个饮品。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可以说是台湾最懂酒的专家职人蔡木霖蔡董事长。各位观众大家好。董事长，我对好酒的想法是这样子，如果说到好酒，我可能会觉得高粱、whisky、红酒。董事长在制酒产业里面这么多年，我想请教您，在您的眼中，好酒是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个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因为我们台湾人很会喝酒，很会喝酒，对。可是真正懂酒其实并不多啦。对，我们会喝是喝很多，对，是不是产值很大？对，因为台湾经济起飞那段时间蛮长的，几十年所以大家都养成喝酒的习惯。可是只会喝，但是不是真正懂酒？其实我看起来好像未必，还不太像我，就是觉得喝酒可能应酬啊，跟交际比较有关系。像我就觉得好酒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今天要买一瓶酒，我想要挑一个对自己好一点的，我真不知道要怎么下手。这个是我们台湾人共同的问题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喝酒，可是怎么喝？怎么选酒？其实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不足。对，所以我常常在各种场合去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好酒。好酒应该具备的5个最基本的要件第一个就是香气。那这个香气呢，就是酒应该喝起来它要有层次感，要有丰富，而且要干净的这种香气，不要有刺鼻，或是喝起来有点浑浊的味道。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那个口感，我们常常在讲所谓的 balance， 就是酒跟水它必须要平衡，所以呢，它应该是圆润、平衡而且顺口。那这一部分呢，不要喝起来好像喝水一样，里面带有酒，或者是酒里面带有水，就是分离的感觉。对，就是酒是酒，水是水，对，那个感觉不好。所以所谓的圆润，并不是说它喝起来很不呛。不一定就是好，对，所谓的圆润是它们很融合为一体，里面的原料酒跟水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喝起来是喝酒，不是喝水。有很多人在喝酒的时候呢会加水，那是因为在拼酒，对啊，怕喝不过人家。对啊，其实我一直建议不要这么做。在什么情况下酒会去加水呢？其实就是烟酒公司在做米酒的时候，它会加水。加水的用意呢，是把酒精度降下来，是要给你做菜用的。那我们把一杯好好的酒，它本来是一个圆润的，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很圆满圆润的状态下，你去喝它，这个有一点，对，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在提倡说吃原型食物的概念，好像有一点接近，就是我们尽量也不要过度的烹调，我们能够吃到那个食物的原味，可以也有一点类似的概念。对，主持人讲的对，就是我们要吃食材，不要去吃食品。对，食品就是加工过的，那包括酒里面把它加水，这个情形一样的道理。其实那个就破坏了原来调酒师非常用心调出来的酒，你把它破坏掉，有点可惜。你是为了拼酒，那你不如少喝。比如说你把它变成2杯，那你喝1杯就好嘛，
还是一样原来的酒精度嘛，会感觉诚意不足啦。而且如果在拼酒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在提倡推广品酒嘛，品酒，但是不是拼酒，不是要你拼酒。是，因为我们已经可以达到品酒的时代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拼酒，所以慢慢养成这个习惯就好。那第三个就是风味，风味要平衡，因为酒里面它有的是酸，有的是苦，有的是比较辛辣，就看你是哪款酒。好，那这样的一个香气呢，它做酒的时候，它酒精的强度它要互相协调，就是你是多高的酒精浓度，你就应该有那个酒精度应该有的味道，那个应该有的香气。第四个就是纯净度，纯净度呢，就是说它不应该有杂味，不应该有化学味道。杂味指的是化学味道，杂味是杂味，化学味道是化学味道。杂味喝起来会像什么？我比如说哈，我们的一款酒，当你喝的时候，如果它很纯净，其实它喝起来的风味是很好的。有些杂味就不该有的味道了，比如说它有那个酵母菌的味道，它有曲菌的味道，它这个味道其实在生产过程应该要把它去除。就像我一直在提倡所谓的3不1没有，就是不头痛、不酒臭、不宿醉。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只要做成酒，它一定会产生醛类、酯类跟醇类。那这些呢统称为杂质。那这杂质就是有杂味。那你如果把它拿掉了，这些杂味它就不会出现有这些味道出来。可能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的，像我喝酒比较外行。没有曾经去体会过里面是不是出现杂味。那今天听了董事长的分享，下一次在品酒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味道，或是它是属于一个很纯净的。这个就是我在跟客人告诉他说酒应该怎么辨识的时候呢，我就会拿一杯热水，然后加我们的酒或是加别人的酒，就2杯来对照看看。如果说不好的酒就会出现不一样的味道，它就会出现一些杂味。这些杂味呢，比如说酸味。酸味呢，就可能这一瓶酒在制作过程里面有加了很多糖进去，因为碰到热水它会变酸。另外就会有化学味道，化学味道呢就是这瓶酒呢，可能不是真正从谷类或是水果类去酿制的，它可能是用化学的，或是加了色素或加其他的东西进去。还蛮简单的哈，用一个温水，然后加多少？大概3到5 cc 就够了。3到5 cc， 一点点就够了，就去测它。那也有可能会有塑胶味，塑胶味就是生产过程里面去用到塑胶。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人坐月子啦，或是去买那个民间的米酒嘛，他会给一个20公升的桶子，塑胶桶装嘛。那个其实那个是不应该做的。因为塑胶碰到酒精会溶出来，溶出塑化剂，所以它会有塑胶味，所以这些都统称为杂味。了解。所以那瓶酒，如果你不认识酒到底是好不好，用热水来检验，对，大概3到5 cc 是一个杂味的放大剂。对，很棒，没错，就用这种方式。要喝这瓶的时候再拿出来做就好。对，或者是你到餐厅去，你朋友有带酒来，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告诉他说：来，我们来看看你这瓶酒到底是好不好。跟朋友的交情要考虑一下，万一交情不够深，这个杂味显示出来的时候，不知道该不该讲。观众也懂这个方法，可以自己在家里试啊。这是第4个纯净度，第5个就是尾韵。尾韵就是说，喝完以后口中要有香气，要回甘。如果好的酒，它应该有。真的，酒也可以回甘。我只听过茶可以回甘观众朋友也有听过酒可以回甘吗？如果你有喝过会回甘的酒，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处来帮我们留言分享，您喝过哪一款酒？你觉得你很推荐，也会回甘？那我觉得应该是很值得推荐的。所以好酒有时候在喝的时候，它会有前香，有的会有中香，有的会有后香。后香就是回甘。那最好的酒应该是有前香、中香跟后香，有的可能就其中1种或是2种。好，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董事长刚刚整理一下，对于好酒有分香气，然后口感，
然后风味的平衡，对，啊还有纯净度，是，再来就是回甘、尾韵、回甘。所以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说，比如说刚刚提到风味的平衡，表示不是我刚刚说的啤酒，好像在我印象中不是特别的好酒 ，whisky 可能是比较好一点的酒，其实它就是各有各的角色跟表现，只要能够达到这5个，对，基本上对，就好像香蕉吃起来是香蕉的味道，苹果吃起来是苹果的味道。它都是好的水果，是，但我很粗浅的这样子来打比方啦，没错，是好哇，这个很不简单。那刚刚提到3不1没有，董事长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吗？3不是不头痛，不宿醉，不酒臭，这个是一般酒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很常出现的问题，这些，所以喝酒。你一直希望不要有这些问题产生嘛？对，因为隔天起来你可能很不舒服。那我们在制作过程里面，我们就会把这些醛类、酯类、醇类这些杂质把它拿掉，所以不管金额的大小，我们的酒都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这样的喝了以后，你心里就没有负担。真的，我以为会宿醉是理所当然没有宿醉是没有喝够。这样，原来是你如果喝到好的酒，你也可以不宿醉、不头痛，也不会酒臭。刚刚我们从品质的角度呢，去看了一下所谓的好酒啦哈。但我想说，像我们在品尝或是喝酒的时候，常常都会配一些食物，比如说以我自己的习惯，可能吃热炒的时候配啤酒。去西餐厅牛排，我可能就会搭配葡萄酒，我觉得好像搭配起来也蛮顺的啦。但是当中有没有什么背后的道理？谈起这个就要谈起我们的生活。我们先不看我们亚洲人了，欧美人生活，你看他们有所谓的餐前酒、餐中酒、餐后酒。台湾还没有出现所谓的餐前、餐中、餐后，就是一瓶从头到尾。对呀，我想说餐前、餐中、餐后，我刚刚出现的也是餐前喝一下，餐中喝一下，餐后喝一下，但是喝的都是同一瓶。原来是要不一样吗？你看嘛，欧美人他们就是这种方式在做嘛，对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要开始慢慢在推广，这个叫做生活，也就是说把酒融入到生活里面。融入到生活里面，对，真的，生活越来越精致化的时候，我们对于很多东西的要求呢，可能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啦。像呼吸，对我们本来就是为了生存，所以你要呼吸。但是当你健康要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练呼吸，那就像我们喝酒，对，也是一样的道理。感受这个酒成为一种食物，它带给我们的丰富的滋味。从生活、从家庭做起，慢慢训练。餐前、餐中、餐后应该有到各种不同的酒，这样子才叫做享受生活嘛。对对对，讲到享受生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就是很难得来到贺木堂，在台北的门市。那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这里走走。那当然，专家已经在旁边，而且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的酒，我一定要请董事长来跟我们示范一下如何品味这个酒。我们不要再走拼酒的文化这样子。好，对。现在这2瓶酒是目前在华航、汉府航的飞机上有在卖的酒，对，是这2瓶。这一瓶是叫做台湾鸿运乌龙茶酒，对，这个是黑钻台湾蜜藏高粱。我们先来低一点的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品尝的是这一瓶鸿运乌龙茶酒。这瓶酒在去年的外交部光华杂志把它评定为台湾的国酒，就是茶酒。这瓶是那一般这样的喝法，就是我们这是杯子嘛，鼻子呢在杯沿的前方闻一下它酒的味道，然后鼻子在杯沿的上方再闻一下味道，在鼻子在杯沿的内部再闻一下，它味道会不一样。好，那如果你要闻之前呢，可以顺时针或逆时针把它稍微晃动一下，让酒比较均匀。闻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好，这是让空气跟这个做一点融合，这样。对那我们来闻闻看。有茶香，
好像到杯口更上面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酒的感觉就不只是茶，是酒的感觉更融合在这个茶里面，这样真的好特别。闻起来它很干净，它不会有一些杂味。对，颜色也非常的干净，对，就完全符合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好酒的5大特色，该有的。然后可以喝了吗？可以啊，如果这样3个动作，我喝酒好急这样的话，它就会品酒，它就不会喝得很快，不会拿起来就直接到喉咙去。是，就是慢慢的感受这个制酒人，所以一饮而尽吗？我来学董事长。我在我的 YouTube 上面有蔡木林博士333品酒法，上网去查就可以查得到。我们放在资讯栏里面，让大家可以再去多做了解。是。那我知道，董事长在推这些酒的时候，其实你也非常照顾现在年轻人的一种喝酒习惯，他们会调酒，也就是我们说的鸡尾酒这样的一个喝法。那不晓得董事长您对于调酒这件事情来说，贺木堂的酒特别适合来做调酒吗？是，或是您对调酒的看法？其实我非常赞成年轻人开始认识酒的时候是从调酒开始去先喝调酒，因为调酒的酒精度相当低啊，因为它用的酒其实量很少占整杯饮料里面它的比例是相当低的，那就看调酒师加的比重有多少了，但原则上不会太高，所以很适合年轻人去做入门。对，调酒本身如果自己在 DIY 应该会更有趣。那 DIY 的时候我们能怎么选？比如说我适合用 whisky 来调酒，还是要用啤酒来调酒，或是用红酒，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背后的想法？对，调酒因为它都有基酒嘛，一般在我们到 pub 去喝，或是到那个夜店去喝，他们比较常用的是用琴酒跟把它做基底酒对，基酒，因为一方面它比较适合调酒师想调出他想要的味道，可是因为大家都在用调酒师都在用这2款酒，所以就有一些调酒师想说，那我能不能调出我自己的独特的风味来？所以他们开始如果相同，可能变化性就有点局限了。对，因为所用的酒都一样嘛，是，所以后来他们有些就开始用贺木堂的酒，所以目前台北市用贺木堂酒做基酒的非常多所以用贺木堂的哪一款适合做基酒？几乎光是西门町就有很多家，但是他用的都不太一样。贺木堂为了要推广调酒，所以在贺木堂的官网上可以找到调酒这一区，专门有介绍春夏秋冬各种不同的调法，然后用各种不同的酒和一些调的食材。那这些食材呢，我们特别去每一项我们同仁都去做实验，而且这些食材全部在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得到。就是很方便，就在你家附近就可以买，就可以回家调。因为我知道贺木堂有一些我看过，像茶酒，我们刚刚喝的这个，然后有像水果类的，甚至有肉桂，或者是香菜这种很特别的。这种也可以拿来做基酒，可以做基酒啊。比如说《光华》杂志去年的1月号，他在介绍贺木堂的茶酒之前，先介绍茶，再来介绍调酒师的茶酒。调茶酒，对，调茶酒呢，它就是用茶叶去做出来的茶汤，然后再加酒进去。那后来再用贺木堂的茶酒进去调，用这种方式，然后再引导出贺木堂的茶酒，然后你在机场都可以买得到。这个是台湾的国酒。基本上，因为贺木堂的酒，像刚刚董事长介绍的，是非常味道纯净的酒，所以很适合来做调酒。用贺木堂的酒去做调酒，最大的好处是不会有农药残留，不会有重金属。所以这个把关您在因为我们在制程上就已经经过 SGS 检验，绝对没有问题才会让它上市。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制酒公司会对自己的产品有这么高的要求。对，在谈那个主题之前，我还是想再回到我们贺木堂非常多口味是很特别的，好像刚刚提到的这几种
还有姜吧，对，那姜啊、大蒜蒜啊、香橙啊、肉桂、各种茶，还有茉莉花、玫瑰花、薰衣草，真的多，哇，好多种。我们有40几种味道，40几种。那不晓得董事长在开发这些不同风味的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款是特别困难、特别挑战，或是您的灵感来源是特别不一样的呢？茶酒。茶酒，对，因为茶农在生产过程几乎都跟农药有关，所以很挑战。对，所以那个是一个要做到您说做到完全没有农药，而且它会不会种在有含汞、含镉、含重金属的土地上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定会从原料进工厂之前，我们会跟农民讲好，你在生产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这个，因为我要检验通过我才会买。哦，所以他们就会很小心。是，所以这部分其实就有结合到类似契作这样的意思吗？对，就是这种概念。真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严格，才能够成就董事长心目中的好酒。对，那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呢，就是大家要买酒来贺木堂，我们有帮我们的观众争取到非常好的福利。大家如果有想要来贺木堂门市买酒，请在我们下方留言索取贺木堂折扣码，那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一组特别的折扣码提供给你，凭着这组折扣码呢，可以来贺木堂的门市享有团购才享有的92折，对，平常是不打折的。因为贺木堂是3个公卖局局长出来秉持原来公卖局的做法，就是很务实的定价，公卖局是没有再打折的。那这一次因为主持人一直在特别争取，说那我们就比照这样的一个条件。是我们这个节目，也就是希望能够推广好的知识，然后也提升大家的生活品味，所以特别帮大家争取到，也非常谢谢董事长的支持。那还有很多要再跟董事长请教的，那请大家下次见。好，谢谢大家。